我穿成了书里最令人讨厌的18线绿茶女明星，还要跟3个鉴茶男星录综艺。观众拍手叫好，直男对绿茶有好戏看了，我乐了。第2天直接摆烂。影帝，你去做饭；师弟，你也别闲着，拖地呀。至于你，顶流，给我捶个腿，累。节目组尾款什么时候到账？人设到位了吧？够绿茶了吧？等下，怎么我看3位男星看我的眼神直勾勾的？尤其甩过我的书中男主，把我堵在房门口，问你之前的表白还作数吗？录制现场，我慢悠悠地欣赏美男、影帝、视帝加顶流的阵容，绝对是无数少女梦想中的名场面。只不过他们看我的眼神挺不屑。也是，原主靠绿茶出名，关爱碧螺春，偏偏煮茶的火候不到家，绿茶玩得跟毒茶似的，可没少遭圈里圈外骂。原主因此伤心过度嘎了，然后我穿了过来。我就不同了，黑红也是红，绿茶也是茶，躺平摆烂的日子不香吗？而且现在的人呐，就好这一口，本色出演就好。导演特意咬中了这几个字，然后意味深长的眼神就落在了我身上。我懂他的意思，没有绿茶来吸引眼球，流量哪能井喷？引人愤慨才是真理。导演满意地点点头，然后大声宣布新综艺开拍。大型的家庭风格综艺，走轻松搞笑路线，主题是让我和3个美男共同生活2日。这条件，啧。租的别墅挺豪华，前院的游泳池波光粼粼，碧蓝色的池水映着日光格外清澈通透。我琢磨着休息时是不是可以下去游几圈。影帝走了过来，掉下去了，没人救你，这话说的，不愧是钢铁直男。我乐了，歪身栽向他，故意惊慌大叫：哎呀，脚滑了，哥哥救我！耳麦里响起导演的兴奋声：小小你简直太会了。弹幕一瞬间就刷疯了，有没有？我知道，骂我绿茶吗？影帝躲得飞快，但我栽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故意堵了他退路，他只能被迫往泳池里跳下去，而我却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泳梯扶手，然后憋着笑，故意惊叫起来：影帝哥哥落水了，快来人救他啊！影帝在水池里扑腾着，愤愤瞪我，我乐得眉开眼笑。钢铁直男再继续跟我刚啊！泳池不深，影帝也是会水的，没几下就扑腾着站起来了。我看着一群助理围上去，各种贴身服务，不由得翻了个白眼。夏末的天气，游泳正当时，至于这样劳师动众，不过面子功夫还是少不了的。影帝刚上来，我就拿了条浴巾迎上去，在一众助理中间笑得殷勤：影帝哥哥，感谢你为了我舍身跳水，来，我为你擦擦身上的水。影帝的脸都绿了，二话不说又想往水里跳，但我浴巾一抛，麻利地裹住他，他被迫刹住了脚，而我也因为浴巾缩短而倚到了他怀里。我故作娇羞地看看他，又看看周围众人。影帝哥哥，你莫非是想和我来个鸳鸯？我话没说完，羞得扎进了他怀里。耳麦里导演的声音已经疯狂了：倩倩加油，你就是我的流量咖！我勾勾唇，仰了头，害羞又热烈地看着影帝那张黝黑的臭脸。我好像没欠他800万吧？顶着他的烦躁眼神，我缓缓点了脚，而在刹那间，我也感觉到了他手臂肌肉骤然绷紧。赶在他奋力推开我之前，我假装站立不稳地往前扑了下，然后影帝就华丽丽地再次落水了。哎呀，好羞！我跺跺脚，害羞地捂了脸。影帝哥哥，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邀请我鸳鸯戏水？如果眼刀子可以杀死人的话，我肯定已经被影帝给扎死了。所以我选择在他爬起来之前溜之大吉。哈哈，调戏直男果然很快乐，尤其是那种比床板还直的直男，看是他更刚，还是我头更铁。但是没等我进屋，师弟就从旁边窜了出来，双手插兜，慢悠悠地跟着我。宋小小，你怎么不跟着跳下水？鸳鸯戏水不能缺了女主角。我瞟了眼周围，摄像已经跟上来了。抿抿唇，脸上扬了害羞的笑容。这么私密的事情，怎么可以当众玩？不过师弟哥哥说的这么轻巧自如，该不会是经常和女主角玩鸳鸯戏水吧？哎呀呀，瞧我这张破嘴！师弟哥哥，你见多识广，鸳鸯戏水算什么？师弟瞪着我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我则笑眯眯地看着他。师弟哥哥，要眼药水吗？耳麦里的导演已经笑不活了。小小，你厉害！网友们已经封你为绿茶精，满屏都是哈哈哈了。我微勾了唇角，这群小妖精挺会见风使舵的呀。师弟看我的眼神里满是诧异。你在对我？他手指着他鼻子，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。我眨眨眼，笑得无辜。怎么可能呢？说我对他有证据吗？苏小小，倒是我们小看你了，你挺滑溜的呀。师弟眼里多了几许意味深长。我笑笑，抬脚走进了这座欧式风格的别墅。原以为我是最先到的，没想到华丽精致的水晶灯下，还坐了个优雅金贵的男人，是娱乐圈的那位顶流齐峰。齐哥刚一对上眼，我就如花蝴蝶似的热情扑了上去，肉眼可见齐峰变了脸色，然后往旁边一躲。我扑了个空，哀怨看他：齐哥，你怎么能拒绝人家热情拥抱？无福消受，
齐峰言简意赅，然后跟进来的工作人员里面有人偷笑，尤其那些个女人还挺鄙夷的瞪我。我看乐了，哼，他们懂什么？耳麦里导演的声音已经彻底兴奋起来，小小加油，黑红也是红，这还用得着他教我？怎么会呢？我喜欢齐哥哥你的优雅气质了。我朝齐峰猛抛媚眼，柔弱无骨地缠上去，他往边上躲，我就跟着靠过去，挤呀挤的，他都快没位置坐了。眼看着他就要起身抱走，我却哎呀一声，果断地倒在了他怀里，捂着额头娇弱惊呼：齐哥哥！人家忽然头好疼。齐峰一阵哆嗦，撒丫子落荒而逃。跟进来的师弟和影帝对视了眼，果断地选择了坐在离我最远的地方。我漫不经心地瞟了两眼，镜头都在他俩那边呢，没拍我，我就开始和导演套近乎。收视率怎么样？有没有破1呀？已经12了。导演满脸都笑开了花，和我兴奋说道：小小啊，大家都喜欢看你这个调调，你继续保持，我给你涨片酬。您还是先把尾款结给我吧，涨片酬固然好，但拿到手的钱才能算是我的钱。导演一脸无语地看着我，我就笑眯眯地冲他伸着手：您就不期待我更精彩的表演？行，算你狠。导演和我大眼瞪小眼的僵持了会儿，终于答应下来了。不过又千交代万嘱咐，让我必须保持住人设，好好的和他们3位互动，保证收视率。我给他比了个 OK 手势，我这边绝对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3位帅哥能不能受住。节目组下了第一个任务，收拾这栋别墅。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别墅虽然能住，水电也能用，但四处都积满了灰尘。3位帅哥已经商量着该怎么收拾，我就乖巧的在旁边听着。等到分配任务的时候，影帝就冲我笑得不怀好意：苏小小，你负责拖地。他居然把最苦最累的活分配给我了。师弟负责擦桌子，顶流和影帝则负责收拾厨房就行了。3人大男人反而比我轻松。别墅客厅比篮球场还大，再加上其他区域，拖完绝对能累死我。齐峰迟疑了下：苏小小能行吗？那你和他搭档。影帝没客气，一句话对到顶流脸上，顶流瞬间就义正辞严起来：厨房是重中之重，是我们立足的根本，我怎么能抛下责任去偷懒？则冠冕堂皇。我双手抱胸，姿态优雅地翻了个白眼，送给3个狗男人。师弟在旁边笑：苏小小，你是女人，干这种活应该最拿手，就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我笑盈盈地冲他抛了媚眼，看他瞪我，我眼睛就笑弯成了月牙。还说我干这种活最拿手，拖个地还分男女是吧？那姐姐就陪你们玩玩。那桶水太重了，任务都分配好了，我拿着拖把站在卫生间门口，摆出了柔弱不能自理的模样。影帝哥哥，你帮忙提水吧。他摆着臭脸不肯来，我绞着手指，满脸无辜和惊讶。原来影帝哥哥也提不起1桶水啊！哥哥这么柔弱，不如我以后叫你姐姐吧。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笑崩了。影帝黑着脸，手里的扫把已经蠢蠢欲动，而擦桌子的师弟笑到猛捶桌：哈哈，姐姐，哈哈哈哈！师弟哥哥，要不你帮我提吧？我看他笑得最欢，便眨巴着眼请他帮忙。他倒是爽快地走了过来，小意思。他提得很稳，脚步飞快地将水拎到了我指定的地方。我满脸崇拜地给他鼓掌：师弟哥哥，你最厉害了，这么有男子气概。接下来还得请你多多照顾我和影帝姐姐了。好说好说。师弟憋着笑，脸皮都涨通红了。影帝冷冷地看着我，我就冲他笑得妩媚妖娆。他指挥我拖地的时候，我不也没生气。齐峰在厨房门口看戏：苏小小，你这是挑拨离间。齐哥哥这话说得好没意思。我媚眼如丝地看向他，娇嗔道：影帝姐姐柔弱不能自理，我帮她找援手有何不可？师弟已经憋不住了，背过身对着镜头，笑到肩膀狂抽抽。影帝面黑如炭：苏小小，你比传闻中的你更招人讨厌，人身攻击。我眨眨眼，笑靥如花。我也没有想到影帝姐姐竟然不如传闻中的那般有风度。耳麦里的导演叫起来：小小，你别攻击她，影帝粉已经在骂你了，那样不是能吸引更多的人气？镜头没对着我，我就跟导演小声逼逼。镜头一来，我脸上立即扬了甜美笑容：各位哥哥姐姐，开始干活吧。影帝黑着脸去了厨房，我拖了几下地，就叫师弟帮我换水。他刚开始还跑得挺勤快，到后面就开始消极怠工。我笑眯眯地看他：师弟哥哥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，辛苦你了哦。他一愣，脸色恍然大悟起来：苏小小，你搁这儿等我呢？我只会干女人家干的活。我笑得无辜：提水这种事，不就应该你们男人干嘛？女人就应该拖地，那男人就应该去担水。他悻悻瞪我，牙尖嘴利。师弟哥哥给我这么高的评价，莫非是喜欢上我了？我冲他笑得娇羞，看他一脸见鬼似的表情，笑得就越发灿烂了。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，来跟我学。苏小小，我喜欢你。不知怎地，他还红了俊脸，提着水桶匆匆跑了。进卫生间时还差点被绊了个趔趄。我求证似的看向工作人员，难道是我的魅力太大了？很好，集体送了我个大白眼。我哼哼2声，也不在意，继续慢悠悠地拖我的地。水脏了就喊师弟去跑腿。
客厅还没拖完，他就已经跑不动了，扶着沙发喘粗气。我笑眯眯的，师弟哥哥不行了。他瞪我，谁说我不行的？收拾完厨房出来的影帝和顶流看他累成狗，忍不住说道：苏小小，拖地是你的工作，你怎么只会起秦一舟了？秦一舟是师弟，但我更喜欢带着淡淡的揶揄叫他师弟哥哥，看着他面红耳赤的模样，格外好玩。你们俩真没意思，竟然破坏我和师弟哥哥之间的感情。我轻哼，师弟哥哥是真男人，知道帮助弱女子，不像你们俩就知道收拾巴掌大的地方，把苦活累活都推给我。影帝都故意如此安排了，难道我还说不得？看他俩难堪起来，我又很是同情地说道：当然了，影帝姐姐柔弱不堪，做点简单活也是应该的，不像我这种五大三粗的女子，就只配干粗活，没人心疼。柔弱不堪的影帝姐姐隐隐又要发飙了。齐风憋着笑没出声，师弟则是一脸古怪地看我，你怕不是对五大三粗有什么歧义吧？这么说，师弟哥哥是承认我好看了。我左手扶腰，右手穿过大波浪，冲他摆了个妖娆 pose。师弟哥哥还敢说你不喜欢我？师弟落荒而逃。我意犹未尽地看看影帝和顶流，他俩竟然不和我对视了，则无趣。鉴于我拖地的速度太慢，那三个人最终认命地找来拖把，一起开始拖地。我就慢悠悠地坐在沙发上吃水果。影帝很不服气地瞪过来：苏小小，这是集体劳动，你怎么不参加？能者多劳嘛，借口那是信手拈来。我指指面前包好的一小碟葡萄，笑得比葡萄还甜。各位哥哥心疼我，联系我，抢着要帮我干活，那我也得还礼不是？小小葡萄不成敬意，还请各位哥哥笑纳。我笑盈盈地将葡萄往前面推了推，假装没看见他们的绿脸。忙完了尝尝，超甜的。三人磨着牙，愤愤干活去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美滋滋地当监工，顺便一饱眼福。几个赏心悦目的美男在我面前奋力地拖地、洗地，而我则翘着二郎腿，吃着水果看热闹。就问还有比这个更惬意的事情吗？只不过他们拖着拖着就凑一块儿去了，不知道在嘀咕什么。镜头一直在拍他们，我就打开手机刷弹幕。好家伙，弹幕飞得连屏幕都看不清了好吗？怎么突然想要过苏小小的生活呢？嘿嘿，一个捏肩，一个揉手，还有一个负责给我捶腿。苏小小，你赶紧放开我的男神，放开，让我们上。刷了会儿，骂我的弹幕没看见，倒是个个都想来当苏小小，享受美男环绕的感觉。我讶异地挑了眉，说好的骂我绿茶精呢？这些网友怎么不按路数来？收拾家务还是挺简单的，第二个任务则是让钱生钱，让这个小家变得更富有。我本来就是金融专业的高材生，他们三个还在讨论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时候，我已经利落地打开了股票软件。我用模拟盘，没问题吧？模拟盘不是真的交易。导演很快就点了头。影帝吃声，你还懂金融投资？我抬头瞟瞟他，笑道：谁输谁是姐姐，怎么样？影帝黑着脸走人，我还怕你不成？我笑笑，也不呛他。玩绿茶我可能不过关，但投资可是我的老本行，我能怂了他？初始资金1万块，已经不算少。我侧耳听着，他们仨打算去买音箱、话筒之类的东西，开演唱会。但主意被节目组 pass 掉了，表示他们街头卖唱可以，但是不能利用各自的名气吸引粉丝来打赏赞助。没关系，我们卖唱也肯定超有人气。三位顶流明星超有自信，信心满满的开始挑选卖唱设备。节目组进驻的是一座乡村豪华大别墅，而他们仨想要卖唱，就只能在小镇上施展手脚。设备买来，哥仨已经心疼了。我一问，原来是设备已经花了将近25000块，现在三人统共就剩下5000块钱。加油，肯定会有伯乐赏识你们的歌声。我笑眯眯的给了鼓励。齐峰和秦一舟勉强笑笑，也没多说什么。影帝却臭着脸，苏小小，你想赢我们还早了点。影帝姐姐，我只需要赢过你就行了。我勾了唇，揶揄道，我敢赌今天的医药股会大涨，你敢赌你的演唱有人赏识吗？他怒瞪我，我笑笑，也不跟他置气。现在才过午，等午后开盘的时候，我买了医药股，就看他们卖唱去。时间紧迫，他们仨捣鼓好设备后，就去了小镇集上，而我等到股市开盘后，买入我看好的医药股，也去了镇上。小镇的人流量并不多，有歌声隐约在风里盘旋。我和摄影师找过去，就见小镇的中心广场上，齐峰他们已经摆开了架势，在人家举行文艺汇演的舞台上卖力唱跳，连压箱底的本事都拿出来了。奈何观众并不给力，疏洛希拉的10几20个大爷大妈站在舞台下，边看边摇头，说没有上次的小丫头好看。我忍着笑，一曲结束，赶紧鼓掌捧场。好，这也叫好？大爷一脸奇怪地看我，你们这些小年轻就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就是唱的都不知道是什么，听都听不懂。那玩的舌头有问题吧？大爷大妈们一脸关爱，而我看看台上刚演唱完，但听完点评后已经气到脸发黑的影帝，憋着笑解释道，这是一种新唱歌方式，并不是他的舌头有问题。新花样，欣赏不来。大爷大妈们摇着头，还得回去看孙子呢，不看了不看了。
今天太阳不错，回家还能晒晒被子。一群人说着聊着，很快就走了大半。齐峰急得在台上大叫：“我们还会唱其他的，回来呀！”然而并无卵用，到最后舞台下就只剩我了。我拿出手机扫了50块给他们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我要听情歌，不唱了。”影帝脾气挺大，齐峰头疼地扶着额：“苏小小，我们得去想其他法子挣钱了，唱不了了。”那早说啊，这可是我的投资金呢！我一脸心疼。50块也是钱，他们咋地不拿土豆当粮食呢？师弟倒是学乖了，凑到我面前笑嘻嘻地打商量：“苏小小，能借我钱吗？”“不能。”“为什么呀？”“谈钱多伤感情啊！”我冲他抛了媚眼：“咱俩关系这么好，谈钱就是对感情的侮辱。”“那我现在和你关系不好呢？”“关系不好，你还敢找我借钱？给姐姐爬！”师弟一脸惊愕。旁边的齐峰已经笑劈叉了，偏偏为了形象又要使劲憋着，憋得整个人都快抽了。影帝倒是脑子快：“那我们跟着你投资。”“他俩可以，你不行。”我竖起食指摇了摇，冲影帝笑得甜：“别忘了，咱俩还有赌约，我会稀罕你。”影帝黑着脸走人：“都走着瞧好了。”我耸耸肩，很是无辜地看向镜头：“影帝姐姐一向都是如此暴躁的吗？”有被吓到。小小，你的微博已经被影帝粉攻占了，你还招惹他？耳麦里导演说的挺无奈的。我轻哼了声：“别以为我没看见，你嘴角都笑到耳根子后面去了，得不到赞扬，连骂声也没有，那还怎么生名气？终究得有一样才行。”影帝气冲冲地跑了，齐峰和秦一舟看了看，朝我露了友好的笑容：“那我们就跟着你混了，不怕我买股亏本，反正也就只剩下几千块钱，随便亏。”他俩这会儿识趣了，摆出了随便折腾的架势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含糊，把他俩剩下的钱一起投进模拟仓，我买什么他俩就买什么。导演喊我：“小小，有网友问你能公布你买的什么股吗？”我只能说我买的医药股，我没明说是哪只股票，免得万一爆了冷门，害人家跟着我亏钱，那我罪过可就大了。导演飞快地回复弹幕去了，而我刚帮齐峰和秦一舟买好股票，没3分钟就见股票开始拉升了。他俩站在我背后，表情肉眼可见地激动起来，连国粹都飙出来了。卧槽，涨了，涨了！淡定，我笑眯眯地欣赏着拉升趋势，瞧这架势，今天有很大可能会封涨停。导演又来了，网友们想看看，能行吗？可以拍一下我现在的收益，我调了界面，镜头配合接近，能看见我现在盈利7个多点，赚了有小1000块钱了。还是本金太小了，我叹了口气，颇为惋惜。要是本金再翻个10倍、100倍，那挣得更多。哼，你卖出的时候还能挣钱，那才叫真本事。影帝不知道从哪冒出来，酸不溜秋的对了句。我听得好笑，但也顺着他话锋说道：“影帝姐姐说的有道理，股票会买不算什么，会卖的才是行家里手。但我至少有浮盈了，不知道你挣了多少。”他又摆了臭脸给我看，我不稀罕搭理他了，送了一枚大白眼。他还气得很：“苏小小，你居然朝我翻白眼！知道你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吗？”现场气氛一刹那间凝固起来。齐峰反应挺快的，立即就拉着影子走了。我在他俩背后凉凉说道：“影帝姐姐，注意形象哦，别为了我而在阴沟里翻船，讲话不过脑子，可是大忌。”2点半，我买的股票已经封涨停了，收益肉眼可见。师弟秦一舟很兴奋：“苏小小，你也太厉害了，我给你煮下午茶吧。”我笑着眨眨眼：“那会不会太麻烦哥哥了？”“不麻烦，不麻烦。”他满脸喜气，没了初见我时非要鸡蛋里挑骨头的烦人样。齐峰则默默地帮我切水果，这待遇啧。各位，明天还会有神秘嘉宾加入我们。导演忽然开口宣布有新成员来临，我象征性的鼓掌表示欢迎。是姐妹还是兄弟？暂时不能说。导演嘴挺紧的，我扮了个苦脸：“您这样玩，害我期待值拉满了怎么办？”工作人员一阵笑声，导演笑瞪我：“你不许套我的话，我拿股票和你换。”我笑眯眯的：“我告诉你尾盘买什么股，保管你明天能挣到早餐钱。”导演吹胡子瞪眼睛的：“你这是贿赂！”我就冲他笑。弹幕还很欢乐，纷纷叫导演马上跟我交换消息，他们也想跟着一起快乐的喊卧槽。当然那是不可能的，鉴于下午挣钱挣得爽快，晚餐都有顶流和师弟包了。一众网友羡慕的眼泪都从嘴角流了下来，纷纷表示他们也想要来剧组，帅不帅哥无所谓，关键他们喜欢做饭。而夸我的人数锐增，骂影帝的网友倒是悄悄多了起来。网友也真是个奇怪的团体，我忙活了一整天，居然落了个超级可爱的名声，真是离了个大谱。第二天早上，导演说的神秘嘉宾也如约而至，而我看见梁小玉的那一刻起，脑仁儿都疼了。这可是原书里的小白花女主，她怎么也跑来参加这档节目了？书里可没有这个情节啊！想着是不是我的到来破坏了原书的剧情，导演已经点名叫我和梁小玉多亲近了。小小，你好。梁小玉温柔婉约，是个挺漂亮的美人儿。我笑着，一边有口无心地和她说着话，脑子里一边疯狂地回忆原书剧情。
原身18线绿茶小透明，表白男主被拒，而且男主喜欢女主，原身的存在意义就是全方位衬托女主的美丽善良。所以我只要离男女主远远的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想通了梗概，接下来拍摄的时候，我能离梁小玉有多远，就尽量离她有多远。师弟私下里悄悄问我，你和他有矛盾？我果断摇头，我只是不想走上原身英年早逝的老路而已，怎么能叫我和梁小玉有矛盾？而且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我果不其然看到了男主沈志清，他坐在导演室里，侧对着门口正在讲电话。原书里给的人物标识是商界大佬，资产不可估量，而且为人冷漠无情，只对梁小玉好。我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瞄了2眼就准备溜走，但奈何沈志清讲到了我最感兴趣的投资策略，我听着听着就入迷了。他讲到重要处，我情绪也跟着激动起来，这种关键时刻怎么能少得了我？我当即就吼出声来，沈总，关于这个投资策略，我有个建议。沈志清对我的闯入表示了极大的不悦，但是听了我滔滔不绝的演讲后，脸色又变得兴致盎然起来。你就是那个苏小小，我完了，说好的跑路呢？听说你这2天大出风头，买什么股就疯涨。沈志清饶有兴致地看着我，苏小小，有机会了，咱们可以 PK 一下，我试试你的水平。我没来的惊讶，身后就响起了倒吸凉气的声音。一扭头，就见那哥仨和梁小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，此刻皆是满脸惊愕。我干笑2声，拔腿就溜。我只是一时技痒，忍不住献丑而已，可没有招惹男主的意思。后背却4年了2道目光，我抽空回头，就见沈志清意味深长地盯着我，不知道在琢磨什么。我一个机灵，溜得更快了。他可是女主的男人，哪个敢跟天选之女作对？下午直播的时候，我把模拟盘的股票都卖了，净利润3000多块。齐峰和秦一舟本金少，就赚了个几百块。2人看得很不甘心，想着法的要借本金。小小5000块行不行？不，我比齐哥的眼界小，我就借3000块。秦一舟不带你这样杀价的，咱俩个借个的嘛。我还没松口呢，他俩先掐起来了，看得我哭笑不得。不借，别吵了。那只借1000块，2人异口同声地说起来。我只管摇头。影帝不知道在憋神妖招呢，我要输了，他不得嘲讽死我。但顶流和师弟这2个不讲武德的家伙，居然使了终极大招，竟然红着脸，眉眼含情地看我。苏小小，我喜欢你。噗！我一口茶差点就喷到梁小玉的脸上。影帝黑着脸，节操不要了。我们乐意，顶流和师弟已经开启了耍赖模式，含羞带怯地瞟着我。试问我一个纯情大姑娘，哪招架得住2个大帅哥的电眼攻击？当即拍桌子，每人借2000块。他俩喜笑颜开，我也没开眼笑。沈志清在旁边问了句：“这次打算买什么股？”医用器材我没藏私，但也没说具体的股。导演在耳麦里急吼吼地叫，网友们都说想跟风买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我笑得不温不火，手里已经利落买下了先前看好的股票。沈志清单手摩挲着下巴，若有所思地看我。医用器材前阵子已经火过了，你确定？当然，我肯定点头。前阵子确实火过，但结合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，大盘这才刚刚起步而已。如果有耐性的投资者，不妨首播中长线。那你看好哪部分器材？消毒杀菌、降温降火，你懂的。我朝他抛了个你知我也知的眼神，却看见他一愣，眼神变得惊讶而复杂起来。师弟悄悄 diss 我，小小，你这么快就喜新厌旧了？啥？哼，你居然朝他抛媚眼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师弟气鼓鼓的样子还挺可爱，我则是哭笑不得。怪只怪原身的模样实在太风流多情，我只是想使眼神来着，哪晓得还被人误会了。隐约感觉到2道不善的眼神望过来，我下意识地望过去，就见梁小玉正不高兴地看着我，那架势好像我抢了她男人似的，看得我头皮都发麻了。为了避免梁小玉误会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沈志清。导演私下也跟我说了，沈志清是作为投资方来片场转悠的，什么时候走得看他高兴。意思就是播完之前谁也赶不走他就对了。只是没想到他会主动凑上来。我拍完休息的时候，他忽然就走过来坐到了我身边。苏小小，医疗器材涨了。我知道。能告诉我你是怎么预测的吗？不能。我端着微笑从容起身。沈总，我要去卫生间，告辞。借口多的是，但是没想到从卫生间出来，他已经等在走廊里了，还冲我笑得挺无辜。好巧，又碰上了，这里没有旁人，我当机立断送了他大白眼。他还委屈了。苏小小，难道我不比齐峰和秦一舟更招人疼爱？什么鬼？我一脸惊愕，他却步步紧逼，吓得我赶紧窜回了女厕所。沈志清，你魔怔了吧？他可是女主的男人。苏小小，我觉得你和从前不一样了。他没再追上来，但却眼神灼灼地盯着我，像要看穿我似的。以前的苏小小可没有这么才华横溢、胆大妄为。
那我就当你是在夸奖我了。我干笑2声，有意模糊这个话题。本来原身也就从前大着胆子跟沈志清告白过一次，被拒绝后就开启了 emo 模式，两人之间并没有其他的来往。沈志清想找茬也找不到原版了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正僵持着，女厕所里却忽然响起悠悠的质问声，梁小玉竟然从侧间里出来了。我捂着心口，差点没晕厥过去。果然怕什么就来什么，鬼知道梁小玉竟然也在。闲聊而已，我干笑了声，匆匆越过沈志清走了。等拐弯的时候才回头看了眼，却见沈志清和梁小玉站得颇远，而且脸色很冷淡，并不像是深爱梁小玉的模样。这就奇怪了，原书里明明写他很喜欢梁小玉啊。回到片场没坐2分钟，梁小玉就阴着脸坐在了我旁边。苏小小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笑笑，绕了圈子，没想到他一下急眼了。你还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沈志清是我男朋友，你个18线的小绿茶，休想勾搭他！18线的小绿茶招他惹他了。无名火噌的一下窜起来，我要笑不笑的说道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怕男朋友被人勾走，你警告你男朋友去啊，来找我的晦气干什么？还是说你觉得你斗不过一个18线的小绿茶，所以连警告男朋友的勇气都没有？我看刚刚沈志清对他的样也没有多喜欢他，真不知道他瞎显摆什么。你给我等着，吵不过我！梁小玉就恨恨地跺脚走了。齐峰和秦一周围过来，怎么你俩起矛盾了？那人家需要帅哥哥的抱抱才会心情好。我瘪着嘴，可怜巴巴地冲他俩伸出了手，原本也就是想逗逗他俩的，哪晓得他俩竟然还真的一下就拥住了我肩膀。没关系，我们还在呢。我能说这哥俩还把我给整感动了吗？只是眼神不经意地掠过远处，就见沈志清站在工作人员之间，正面色悠悠地盯着我。我看得一阵古怪，怎么有种他好像在捉奸似的错觉？不对，我跟他什么关系也没有，有什么好捉奸的？但我怎么想到沈志清竟然对我有所行动了？他居然帮我向导演请了假，然后带我做造型，还要求我作为女伴陪他去参加高端酒会。我就纳闷了，他沈志清身边难道还会缺女伴？不喜欢那些女人，他给的理由同样简单，把我都听乐了。所以说，是沈总你没听说过我的外号，还是沈总你就特别偏爱绿茶款的妹妹？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绿茶精。他居然跟我说不喜欢其他类型的女人，只要你绿茶的对象是我就偏爱。他边说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我一个机灵缩到车门角落里去了，差点就没维持住脸上的假笑。这丫的吃错药了吧？鉴于他类似魔怔的表现，整个晚宴我都端着假笑，能不跟他说话就尽量不说。这本书是有女主角的，我可不想触发女主的护体光环。等到回城时，他已经半醉了。来时他开车，回时只能劳累我，偏偏他还不安生，一把拽着方向盘不让我开车，弄得我满脸无奈。要不送你去酒店休息？苏小小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？他说话的腔调有些含糊，但眼神却很认真地盯着我。我假笑，没有的事，你喝多了。你就有？他还较起真来，瘪着嘴委屈嘟囔，要是我拍戏，我肯定也是顶流。得，这是还吃飞醋啊？是，你要拍戏，你肯定比他们都厉害。我陪着笑脸哄人，皇帝都不跟醉鬼一般见识，我小女子自然也不能跟醉鬼较真。他倒是顺杆子往上爬，那你的告白还算不算数？那不是早该忘了吗？你快说啊，你曾经对我的告白还算不算数？他急了，一张被酒意染红的俊脸凑到我眼前，略带酒香的气息喷洒而来，我脸蓦然红了，暗里狠掐了下大腿，强迫自己从美男幻境里脱离出来，这才微笑道，沈总，可能是我上次表达的不够准确，让你误会了。我也是搞投资的，对你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不可能有二心。她是女主的，跟我可没有关系。等这次的综艺拍完，我就和这群人撒悠拉拉，再也不见。敬仰之情，绝无二心。沈志清怔了下，脸色肉眼可见的失落起来。我笑笑，不着痕迹地扒开他握住方向盘的手，然后开车回剧组。这回他该死心了吧？到剧组的时候已经深夜了，我想悄悄送他回去，却没想到梁小玉就在他房间门口守着的。见我搀着人来，顿时就变了脸色。好啊，苏小小，你果然勾引我男朋友了。沈志清这会儿已经醉迷糊了，我晃了他几下没晃醒，想作证都一时找不到人，而梁小玉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骂着。惹急了，我就冷笑，是你男朋友靠着我，主动邀请我做女伴，怎么你是他女朋友，他没邀请你？还是你压根不是他女朋友？你什么你？我吃声对过去，被我说中了，开始要找我撒气了，声未落，耳边似乎响起极轻的笑声。倏然偏头，就见沈志清昏昏沉沉地靠在我肩头上，一副已经醉得不知云里雾里的模样。我诧异了下，难道是我幻听了？把他给我，吵不过，梁小玉就伸手来抢人。我自然不乐意，揽着沈志清的腰，一个旋身就避开了梁小玉的手。他都给我安排好名声了，我岂能不作实？苏小小，他气急败坏的跺脚咆哮，
我挑挑眉，冲她笑得无辜又挑衅：“梁小姐，你有事？”梁小姐不说话，一副恨不能叨了我的模样。我只当没看见，搀着沈知青慢悠悠地从她面前过。哎呀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麻烦让，她不是喜欢编排我和沈知青之间的关系吗？现在让她编排个够。我搀着沈知青到房门口，梁小玉也跟了过来，但是我当着她的面甩上了门。她急得在外面猛拍门，我则将沈知青扔在了小沙发上，打来了水边帮她擦脸，边故意嚷嚷：“哎呀，沈总，原来您是这样的沈总啊！”我就故意说给梁小玉听的，声音还挺高。话音刚落，就听外头哇哭起来。梁小玉跟疯了似的猛踹我门，但我就是不开。没多大会儿，嘈杂的脚步声响起，剧组的人都被惊动了。梁小玉在外边哭诉我有多不要脸，我就挑眉冷笑。沈知青都醉死了，还能为所欲为？正想开门和他对上300合，但起身的瞬间，衣角却被什么东西扯住了。我下意识地低头，就见原本应该醉死了的人，此刻正笑盈盈地看着我。小小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我就想问，我能拿锤子砸晕他吗？磨了牙，努力挤出丝笑容来。你乖乖醉晕过去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。那不能，那我岂不是在骗人？他说的一本正经，害我都气笑了。既然知道不能骗人，那你还在我面前装醉，还害我被你女朋友误会。她不是我女朋友，我和她并不熟。沈知青忽然认真地解释了句，我愣了愣，随即就慌张地别开头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嘴还挺硬。他露了迷之自信的笑容，我会让你甘心承认，和你有关系的，有毛病。我送了他个大白眼，他更狠，起身就往门外走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拽住他的衣袖，你疯了？你要走出去，咱俩之间就说不清楚了。那正好，那就是我想要的效果。沈知青极其坚定地一根一根地拨开我手指，然后在我的目瞪口呆中打开了门。所有人在刹那间都望了过来，而他面色冷淡地扫了2眼，才抛出句话来：谁打扰我和我女朋友休息？我在剧组火了，原因无他，就因为沈知青的那句话。所有人都认为我绿茶段位出神入化，高深莫测，这么快就打败梁小玉，成功上位。纵使我解释1万遍，事实不是那样的，也没有人肯相信我。再后来我也不解释了，爱咋地就咋地吧。但是梁小玉跟我杠了起来，拍摄的时候呛我，休息的时候也呛我，我不搭理他还呛我，我一搭理他呛得更来劲。偏偏他又菜又爱玩，每回都干不过我，我都替他着急。不过很快影帝就给他帮腔了。苏小小，小玉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温柔婉约，你怎么能这样欺负她？她一脸的鄙夷之色，你做派粗俗，难登大雅之堂，别把小玉也害成了你那副模样，平白招人笑话。梁小玉柔柔弱弱地站在他身边抹泪，影帝哥哥，是小玉不好，你别说小小了。哦，到底谁是绿茶呀？我恶寒地搓着胳膊，影帝的脸色看着也不太好。我笑了，影帝姐姐你听见了吧？他都说是他自己不好了，你可不许再往我头上泼脏水。而且啊，人家都叫你别多管闲事来责怪我，懂了吗？反正梁小玉是这么说的，至于怎么理解，就各自见仁见智喽。齐峰和秦一舟这阵子跟着我挣了不少，此刻也义愤填膺地给我帮腔。既然知道是你不好，那你还不赶紧给小小道歉？就是小小吃你们家的还是喝你们家的了？你们要如此针对他？他粗俗，你们倒是高雅一个给我们看看啊！哥俩嘴皮子还挺溜的，直接就把影帝给对得没脾气了。梁小玉红着眼眶跺跺脚，见没有人吃他这套，这才哭着扭头跑走了。我笑眯眯地看着影帝，你不是心疼他吗？赶紧去追呀！影帝一脸的菜色，这种绿茶怕是更加难以下口吧。本以为解决了梁小玉就世界太平了，但是没想到我刚进房，一个黑影就猛然从旁边照了过来，吓得我刚要惊叫，就被紧紧地捂住了嘴。苏小小，你的迷弟挺多呀。沈知青一脸醋意，眼神在我唇上打转转。齐峰和秦一舟都是你的群下臣，那我算什么？你要不介意，我也可以收了你做入幕之宾，我不怕死地挑衅他，还冲他抛了个媚眼，怎么样？咱4人凑一桌麻将呗。可我只喜欢双人舞。他手指落在我唇上，细细摩挲着，我故作淡定地冲他甜笑。那沈总可就找错人了，我呀，天生就喜欢人多热闹，他和我打从一开始就不合适。好巧，我也同样喜欢人多热闹的环境。他说的信手拈来，而我翻了个白眼。我信他的邪，他分明就是个冷漠的脾气，还敢跟我说喜欢热闹。以后咱们生10个8个的孩子，到老都不会孤独，始终热热闹闹的。沈知青说着，还微微笑起来，面有憧憬。我震惊了，你玩真的？难道我像在开玩笑？他眼神忽然灼热起来，没等我反应，淡淡的烟草香就铺天盖地的涌过来，淹没了我的呼吸。这丫的，我居然被他壁咚了！我慌张地深呼吸了口气，想当初原身表白被拒，我可不能轻易地被沈知青这张脸迷惑了我的思路。怎么不按照剧情出招呢？没过多久，我跟沈知青的绯闻就上了热搜，却出乎意料的竟然没被网友也骂，而都是在磕 CP。这2人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商界大佬 X 绿茶金女星，这个设定我好爱，快点在一起吧！苏小小比梁小玉真实多了，网上的轩然大波，梁小玉还能坐得住？
听说他暴跳如雷后，特地发动粉丝攻击我。他是娱乐圈有名的小花，我个18线的小透明根本没他粉丝多，微博很快就沦陷了。然后他还发视频，含沙射影的哭诉我抢了他的男朋友，一时间硬生生再次将我推上了热搜榜。本来我也就是个18线的小透明，在跟沈之清的绯闻下，又加上梁小玉的迷之操作，我的人气开始水涨船高。紧接着，沈之清也放了大招，他直接在他的官博上公开承认正在追求我，与梁小玉也并不熟识，是梁小姐想太多。一时间，梁小玉的粉丝都炸了，骂完了我又去骂沈之清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但是紧接着顶流和师弟都发声支持我了，这下粉丝彻底傻眼，就连一直和我不对付的影帝也扭扭捏捏地转发了支持我的博文。我刷着微博，偶尔看看股票界面，看见一片红艳艳的数字，嘴角就笑得翘上了天。我绝对是因为盈利而高兴的，才不是因为梁小玉被 Q。毕竟像她那种低级别的绿茶小白花，我还没放在眼里，好吧？正高兴时，沈之清的消息发了进来，今天科技股一飞冲天，你应该赚了不少吧？感谢沈总的建议，我笑眯眯地回了语音，顺便瞟一眼账户余额，笑容就更加灿烂了。他回得很快，那是不是可以在微博上回应下我？回应他。我翻到他微博，他最新状态居然艾特了我，苏小小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我看着那行字眼，摆出了嫌弃姿态，但嘴角翘的却要与太阳肩并肩了。反正剧情已经乱套了。现在的苏小小能茶能怜，可盐可甜，不仅貌美还有脑子，那她为什么不能做女主？这样甜甜的恋爱也该轮到我了。我上了微博后，随后回复了沈之清，那就看你表现吧。这下微博直接瘫痪。没过会儿，我家门铃响了。沈之清拿着一束玫瑰花，还买了一大袋食材，站在大门口。我一开门，他便从门外走进来，神色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。我买了点菜，中午给你做饭吃。他把花递到我手里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接过花，那不如……还没等我开口，沈之清已经拿起拖把，又扛了一桶水。今天的家务活也包给我了哟，看来他是把我的综艺全程都追完了。我吃完沈之清做的午饭，又见他卖力地打扫卫生。看来我可以彻底摆烂了。